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私募，我是查理博士，坐标加州硅谷。去年10月，查理专门做了一期关于金融科技股的专题。那个时候，FinTech 三剑客 SoFi、Robinhood 和 Coinbase 还都是全网热炒的网红股，价格高高在上。然而，过去的2个多月，这3只金融科技股都有超过20%的下跌。那么，现在是抄底他们的好时机吗？还是我们应该暂时避免接飞刀？本期节目让我们重新审视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股价走势，来看看2026年哪只股票最有投资的价值。此外，很多会员朋友非常关心存储芯片板块的双子星、美光和闪迪的情况，因为这2家芯片股在暴涨翻倍之后，过去1周股价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撤。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止盈离场？别着急，咱们慢慢聊。SoFi 银行的股票2026开年至今表现不佳，YTD 年收益为负的23%。实际上，SoFi 股价自从去年11月抵达阶段性的高点32.2美元之后，就一路震荡下行，已经跌去了34%的价值。那么，它的金融业务到底出了啥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导致 SoFi 股价的下跌？SoFi 这个名字来源于英文词组 social finance，社交金融的意思。公司最初靠的就是向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发放贷款起家，而过去的15年，SoFi 已经进化成了一家拥有完整银行牌照、客户资源深厚的数字金融平台。SoFi 的核心业务分为3块，第一块是个人贷款，包含了学生贷款和房贷，是公司的现金奶牛。第二块是银行信用卡。券商服务能够让用户在 SoFi 的 APP 上炒美股、投资加密货币。第三块则是金融界的 AWS 伽利略技术平台，它不仅支撑着 SoFi 自己的运转，还为全球数百家金融机构提供底层的技术架构。如果我们看 SoFi 过去几年的业务增长数据，会发现它正在经历一场质的飞跃。总营收从2021年的10亿美元飙升至2025年底的36亿美元，年增速高达30%。它的主要收入不再只靠贷款利息，而是越来越多的靠手续费、技术服务费来赚钱。这让 SoFi 从一家传统银行变身为高利润率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那靠着一站式的金融服务策略，SoFi 的会员人数已经突破了1370万，这和 Netflix、Costco 的会员制服务理念非常像。那么，为何 SoFi 的业务发展的这么好，它的股价最近却阴跌不止呢？查理认为，核心原因在于 SoFi 的管理层过于精明，去年趁着股票大热，连着2次在财报发布之后，总共增发了价值30亿美元的新的股票。这种直接稀释现有股东权益的放水行为，大大的挫伤了投资者的热情。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是不是以后只要股价表现一好，管理层又会再次增发股票，向市场伸手要钱，搞得散户和机构投资者一看到 SoFi 的股价蹦到了27美元以上，立马就套现离场，不敢再长期持有。所以现在的 SoFi 正处在信任的修复期，虽然它的基本面还行，但是管理层必须更有诚意一些，拿出部分利润来回购股票，不然这30亿新股的增发阴影恐怕还要再笼罩一段时间。当然，好消息是机构可能最近在分批布局，悄悄进场抄底 SoFi。这是公司股票交易的月线图，可以看到，在1月底到2月5日，随着 Margin Call 平仓潮去杠杆的过程，SoFi 也和大部分科技股一样被机构砸盘甩卖。这里的表现形式就是成交量很大，伴随着股价持续的下跌。然而，从2月6日开始，这股自动的卖压就告一段落了。SoFi 的股价开始有企稳反弹的迹象，从低点19美元逐渐上涨到21美元。更为关键的是，机构开始分批抄底建仓买入了 SoFi。查理认为，如果对于金融股有兴趣的朋友，确实可以紧跟着机构的脚步，在21美元附近分批抄底 SoFi 的股票。这是因为 SoFi 公司在2026年的 EPS 每股收益依然有高达51%的高增长，是美股金融板块平均年增速的5倍。而到了2027年，它的 EPS 增速虽然略有下滑，但依旧能保持37%的高增长，相当的厉害。虽然如果按照25到35倍前瞻 PE 来估算，SoFi 的市场价已经跑到了2026年交易范围的上限，
但是考虑到高成长的科技股本来就可能大幅超过合理的区间，查理认为 SoFi 目前的股价算不上昂贵，顶多就是不便宜。当然，考虑到它的高波动性以及管理层去年增发股票的前科，CI 投资系统建议咱们最好把 SoFi 的股票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5%以内，这样它的下跌风险就非常可控了。目前来看，SoFi 股价在19到21美元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支撑区域，确实是可以考虑做短线套利交易的好机会。个人认为，几个月之内，SoFi 股价反弹到26美元以上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也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超过20%的短期收益。好，聊完了 SoFi，我们来看看去年的顶流股票 Robinhood。如果说 SoFi 是美国年轻人的数字银行，那么 Hood 就是他们的数字券商加加密货币的入口。Robinhood 炒股不收手续费，还可以买0.0几股的碎股交易，很适合资金不算多但喜欢炒短线的 Z 世代投资者。它的赚钱方式主要靠股票、期权和加密货币的交易收入。杠杆融资的利息收入以及 Robinhood Gold 的会员订阅费。然而，Hood 股票自从去年10月冲高到153美元之后，也是一路震荡下挫，现在已经跌回到86美元附近，市值蒸发了43%。巧合的是，在去年10月的节目中，查理的 CI 投资系统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等到 Hood 的股价回撤到80到85美元的区间，才值得做投资的考虑。那刚好现在的 Hood 股价就已经回撤到了非常接近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抄底 Robinhood 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 Hood 股价崩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啊，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的大熊市导致的。在去年的交易收入中，加密货币的交易费给 Robinhood 贡献了超过35%的利润。你也可以这么理解，Robinhood 与其说是一家传统的券商，不如说是一个披着券商外壳的加密交易所。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高点雪崩了45%，以太坊更是暴跌了近60%。散户往往买涨不买跌，币价的下跌就直接导致了交易活跃度的骤降，而 Hood 手续费收入就呈现断崖式的下滑。投资者就担心其2026年的增长神话会因为币市入冬而破灭，和2022年那波非常相似。此外，Robinhood 去年12月份的数据也显示，其股票交易量环比下降了37%，期权和加密货币也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印证了市场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当然，Hood 股票去年年初冲得太高了，导致其 PE 一度超过50倍。现在刚好做均值回归也是非常合理的现象。那么，华尔街的大鳄是否也在偷偷布局 Hood 的股票呢？这是 Hood 股票的 K 线图，可以看到，在2月6日、2月9日这2天，确实有大资金入场，在80美元以下抄底了 Robinhood。但是和 SoFi 有一点不同，查理在这里不建议朋友们在86美元以上买 Hood，这是为什么呢？就在今天盘后，Robinhood 公布了第4季度财报，随后它的股价下跌了7%，回到了80美元以下。虽然在最新财报中，Hood 的每股收益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但是它的总收入却没能达标。市场预期的 Q4 营收在13.4亿到13.5亿美元之间，但它的实际营收只有12.8亿美元，差了4.5%。和查理之前介绍的一样，加密货币业务妥妥的爆雷了。它的营收只有2.21亿美元，同比下降38%。同时，Hood 公司调整后的运营费用大幅增长38%，主要花在了东南亚市场的扩张和新产品的上线上。在营收未达标的情况下，费用的增长让投资者怀疑其利润的可持续性。考虑到 Robinhood 对于加密货币业务的强关联性，CI 投资系统对于 Hood 股票目前给出的是黄色的持有信号。我们完全不需要着急抄底 Hood 的股票，而是应该再耐心等待几周的时间，是要等到它的股价在月线级别出现明显的止跌形态之后，再考虑需不需要分批建仓抄底 Robinhood。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把 Hood 的仓位控制在3%以内，因为如果比特币、以太坊的加密货币熊市持续到2026年的下半年，那么 Hood 的股价想要脱离这个基本面向上持续走高，这个难度实在是有点大。更可能的情况是 Robinhood 在底部震荡磨时间，等待着下一轮 B 股牛市的到来。
那如果说 HOOD 和加密货币高度相关，那么 Coinbase 的表现则更是直接受币圈的影响。可以看到，在过去4个月，Coin 股价已经暴跌了57%，而且它的下跌趋势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投资者常把 Coin 当作比特币的杠杆标的，当比特币跌破7万美元大关，并且引发全网爆仓时，Coinbase 承担的是交易量萎缩与资产减值的双重暴击。这张图可以看到 Coin 的 EPS 每股收益增速的情况。我们发现，在2026年，Coinbase 的每股收益居然比2025年下跌了21.5%，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何 Coin 的股票被抛售的这么惨。虽然它现在的 PE 已经只有14了，分析师预计我们至少需要等到2026年的下半年，才可能看到 Coin 的净利润有止跌回升的可能性。因此，亲爱的投资朋友们，现在绝对不是图便宜抄底 Coinbase 股票的时候，因为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它的下行风险还很强，而且上涨的动能严重不足。此外，Coinbase 在周四将迎来新的财报，届时它的股价又可能有新一轮的抛压，投资朋友们要千万小心。如果你依然持有 Coin 的股票，CI 系统建议把它的仓位控制在2%以内，这样你的投资组合就不会因为 Coin 股价的大幅波动而有太大的影响了。查理也会密切关注 Coinbase 的情况，如果到了今年夏天，比特币重新转牛，我也会及时为大家更新。到时候有兴趣投资 Coin 的朋友，再逢低抄底它的股票，那时候持有的压力会非常小，而且上涨动能又会很强，何乐而不为呢？好，聊完了 FinTech 3节课，我们接下来看看存储芯片板块的双子星美光和闪迪。2月9日，市场传出重磅消息，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正式通过了英伟达的验证，将从2月份的第3周开始为 NVIDIA 下一代 Rubin 架构平台量产 HBM4 存储芯片。半导体权威机构分析 SemiAnalysis 在2月7日的报告中，将美光在英伟达下一代 Vera Rubin 芯片中的 HBM4 预期的供应份额下调至0。目前 HBM4 的订单已经被韩国的存储芯片霸主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瓜分，美光暂时调出了第一梯队。那受到不利消息的影响，美光 MU 的股价从410美元以上下跌9%，滑落到370美元。这是否意味着 MU 过去一年暴涨289%的神话就此终结？1月底创造的455美元的高点，就是美光本轮大牛市的顶点呢？这是美光的月线交易图，可以看到，在1月16日到21日，当时确实有机构的大资金买盘进场，成交价在330到360美元之间。而在1月29日、2月3日、2月4日和2月10日，MU 的股价从400多的顶部回落的时候，也确实有大资金正在卖掉美光，止盈离场。那目前美光的股价正在缓慢滑落到360美元的中等支撑区域，它的顶部结构已然成型。对于 MU 的股价波动，CI 投资系统的信号已经从2周之前的买入变成了持有。现在最稳妥的操作就是按兵不动，看看有没有新的机构买盘，有兴趣在360美元附近抄底美光，再做一轮短线波段交易。当然，考虑到存储芯片行业的极强的周期性，以及过去几年存储芯片熊市崩跌的惨烈程度，查理不建议朋友们现在追加资金，在高位买入 MU、SNDK、STX 等相关股票，因为被高位套牢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那对于美光而言，最好把它的股票比重控制在总资金的3%以内。至于闪迪，它的表现和美光高度联动，单周大跌15%以上。虽然 SNDK 在2026年初因为 NAND 闪存缺货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市场开始担心闪迪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三星和美光都在加速扩产 AI 专用的 HBM 和高性能闪存，而一旦下半年产能跟上，闪迪的利润率很可能会从现在的60%以上迅速滑坡。而从 K 线图的角度来看，SNDK 的买盘力量就更弱了。可以看到，机构已经在1月30日、2月3日到2月10日这半个月的时间内有序撤退、套现离场。华尔街的卖出价格大概在550美元到660美元之间。咱散户投资者现在可要管好自己的双手，别在如此高的位置接盘 SNDK 的股票，然后妥妥的被华尔街割韭菜。
和1月下旬一样，CI 投资系统对于 SNDK 的股价走势给出了红色的卖出信号。大家千万别觉得闪迪从高点下跌了20%就很便宜了，想抄底，这种想法相当的危险。要知道，SNDK 的股价过去1年翻了14倍，如果接下来几个月 SNDK 暴跌80%，但它的股价还是会比去年的价格翻倍。可以看到，现在入手闪迪是不是风险太大了？反正查理是不会试图抄底 SNDK 的，实在是太危险了。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10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昨天一样 ，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保持在95%，而剩下5%的资金则放在超短期美债、USFR、SGOV 或者 SHY 中避险。那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以及科技指数都超过了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 SoFi、迪士尼和美国银行，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科技巨头微软的股价已经悄然回升到$420以上，查理会持续持有微软，对于它的基本面非常有信心。此外，随着美股市场的逐渐修复，科技指数 IYW、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都已经开始扭亏为盈，让我们的账户看起来绿油油的，视觉效果非常的不错。在2月10日涨得最好的股票依然是量子计算 ETF QTUM、美图秀秀 Matthew、股王英伟达、软件 ETF IGV 和标普500动量指数 ETF SPMO。今天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易，坐稳扶好即可。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51.4%，Meta 占比13.4%，科技指数 IYW 占比9.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4%。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姆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投资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姆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觉得美光、闪迪的高点是否已经过去？他们还能买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下期节目，查理将为大家带来网络安全板块的分析，敬请期待。祝您投资顺利，心情舒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